我总觉得丰盛离自己很远，好像那是一种只属于少数人的状态。有些人天生拥有资源，有些人刚好遇见机会，有些人似乎总是被幸运眷顾，而自己只是努力在生活里前进。于是心里慢慢出现一种很细微的声音，也许丰盛不是为我准备的。这个声音很轻，却会悄悄影响很多事情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可能会犹豫；当梦想浮现时，你可能会退后，因为内心深处还没有完全相信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限制信念。当一个人潜意识里觉得某件事情不属于自己，大脑就会不自觉地避开那些可能。你会错过一些尝试，会缩小自己的行动，甚至会在成功接近时感到不安。这并不是能力的问题，而是信念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的大脑会根据信念过滤现实。当你相信某种可能，大脑会开始寻找支持它的证据，于是机会变得清晰，方向也开始浮现。吸引力法则常说，世界会回应你的内在频率。如果你的内心充满匮乏，现实就会看起来充满限制。但当你开始相信丰盛可以存在于你的生命里，整个能量就会改变。你会更愿意接收，更愿意行动，也更愿意看见生活里的可能。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很微小，也许只是开始允许自己想象更好的生活，允许自己拥有自由的时间，允许自己做喜欢的事情，允许自己被支持与理解。当这些画面出现在心里，内在就会慢慢松动。你不再只是努力维持生活，你开始相信生活可以更丰富。而当这份相信逐渐稳定，很多事情会开始发生。你会更勇敢地抓住机会，会更专注地投入方向，会更自在地接受世界的回应。那些原本看起来遥远的可能，会一点一点靠近。很多人会把这些称为幸运，但其实那只是信念在现实里慢慢展开。我后来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丰盛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，它是一种允许。当你允许自己拥有更多可能，允许自己被支持，允许生命变得宽广，那条通往丰盛的路就会打开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仍然觉得某些美好的事情离自己很远，不要急着否定。也许你与丰盛之间真的只差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全然的相信。相信自己值得，相信世界可以支持你，相信生命并不是只充满限制。当这份相信真正出现在心里，很多事情就会慢慢改变。那些原本看起来关闭的门，会开始出现缝隙，而光就会从那里照进来。我其实不太相信奇迹，不是因为生活不好，而是因为现实看起来太具体。每天有要完成的事情，有需要承担的责任，有很多看得见的限制。于是我慢慢习惯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看世界。事情会发生，是因为条件成熟；结果会出现，是因为努力累积。一切都需要理由。这样的想法没有错，但在某些时候，它也让人生变得很窄。因为当一切都只依赖已知的条件，未知的可能就很难进来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抱持深深的相信时，他的行为与注意力会开始改变。你会更愿意尝试，更愿意坚持，也更容易看见机会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大脑会根据信念去筛选现实。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情不可能，
大脑就会忽略与它相关的机会。但如果你相信某种可能存在，那些原本看不见的线索就会慢慢浮现。吸引力法则常说，宇宙会回应你的信念。这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，而是因为当你真正相信时，整个人的能量会变得不同。你的眼神会变得笃定，你的行动会变得持续，你的注意力会自然聚焦。于是很多事情开始连接，一个想法遇见一个机会，一个努力遇见一个转机，一段等待遇见刚刚好的时刻。那些片段看起来像巧合，但当它们连在一起，就像奇迹。我后来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奇迹并不是违反现实，它只是发生在你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与奇迹之间的距离并不远，只是内心还没有完全允许它存在。我们会说，这不太可能，这应该轮不到我，事情不会这么刚好。这些念头就像一道门，当门关着，再多的可能也进不来。但当你开始松开这些限制，事情就会变得不同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开始允许更多可能。我开始练习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，先给未来一点空间，允许意外出现，允许机会靠近，允许生活带来惊喜。这样的相信不需要证明，它只是一种开放。当你带着这样的心境生活，很多事情会慢慢改变。新的想法出现，新的机会浮现，新的道路被看见。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事情，开始变得可能。然后在某一天，当你回头看这段旅程时，会突然发现，那些曾经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其实早就开始发生。原来奇迹并不是遥远的存在，它一直都在靠近，只是需要一个入口。而那个入口，往往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，选择无条件的相信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其实很常听到显化这个词。有人说只要想象，只要许愿，想要的事情就会出现。一开始听起来很美好，却也让人有些困惑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我们确实有愿望，希望生活更顺利，希望关系更温暖，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自由。但那些画面在心里出现时，另一个声音也会同时出现。真的会发生吗？是不是太理想了？也许只是想想而已。这两种声音会在内心里交错，一边渴望，一边怀疑。而在这样的状态里，很多愿望就会停在原地。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叫做信念一致性。当一个人的想法与信念一致时，大脑的行动系统会更容易被启动。你会更愿意行动，更愿意坚持，也更容易抓住机会。但如果信念里充满矛盾，一部分想前进，另一部分却在否定，那么行动就会变得迟疑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大脑其实非常敏感于信念。当你真正相信某件事情可能发生，注意力系统会开始搜寻相关讯号，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机会会慢慢浮现。于是生活开始出现变化。吸引力法则常常提到一个核心，显化并不只是想象，它是一种内在的对齐。当你的想法、情绪与行动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动时，能量就会变得集中，而集中会加快事情的发生。就像河流一样，当水流分散在很多方向，前进的速度就会变慢，但当水流聚集，它就会快速向前。
人生的显化也是如此。如果你一边期待未来，一边又在心里说不可能，那条路就会变得模糊。但当你开始真正相信，整个人就会变得不同。你会更专注，更愿意尝试，更容易看见那些与目标有关的机会。很多事情在那一刻开始加速，新的想法出现，新的机会靠近，新的方向逐渐清晰。我后来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显化并不是一种神秘的魔法，它更像是一种内在的状态。当你愿意相信，愿意投入，愿意让自己的行动与信念一致，现实就会开始回应。那些曾经看起来遥远的事情，会一点一点靠近。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觉得愿望还没有出现，也许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只是你的内心还在等待，等待那份更深的相信。当你愿意放下怀疑，当你允许自己真正相信可能，能量就会开始流动。而在那样的流动里，很多事情会慢慢加快，因为你愿意相信的程度，其实正悄悄决定着显化的速度。我其实很常听到显化这个词，有人说只要想象，只要许愿，想要的事情就会出现。一开始听起来很美好，却也让人有些困惑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有愿望，希望生活更顺利，希望关系更温暖，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自由。但那些画面在心里出现时，另一个声音也会同时出现。真的会发生吗？是不是太理想了？也许只是想想而已。这两种声音会在内心里交错，一边渴望，一边怀疑。而在这样的状态里，很多愿望就会停在原地。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叫做信念一致性。当一个人的想法与信念一致时，大脑的行动系统会更容易被启动。你会更愿意行动，更愿意坚持，也更容易抓住机会。但如果信念里充满矛盾，一部分想前进，另一部分却在否定，那么行动就会变得迟疑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大脑其实非常敏感于信念。当你真正相信某件事情可能发生，注意力系统会开始搜寻相关讯号，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机会会慢慢浮现，于是生活开始出现变化。吸引力法则常常提到一个核心，显化并不只是想象，它是一种内在的对齐。当你的想法、情绪与行动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动时，能量就会变得集中，而集中会加快事情的发生，就像河流一样。当水流分散在很多方向，前进的速度就会变慢，但当水流聚集，它就会快速向前。人生的显化也是如此。如果你一边期待未来，一边又在心里说不可能，那条路就会变得模糊。但当你开始真正相信，整个人就会变得不同。你会更专注，更愿意尝试，更容易看见那些与目标有关的机会。很多事情在那一刻开始加速，新的想法出现，新的机会靠近，新的方向逐渐清晰。我后来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显化并不是一种神秘的魔法，它更像是一种内在的状态。当你愿意相信，愿意投入，愿意让自己的行动与信念一致，现实就会开始回应。那些曾经看起来遥远的事情，会一点一点靠近。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觉得愿望还没有出现，也许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只是你的内心还在等待，等待那份更深的相信。
当你愿意放下怀疑，当你允许自己真正相信可能，能量就会开始流动。而在那样的流动里，很多事情会慢慢加快，因为你愿意相信的程度，其实正悄悄决定着显化的速度。我总是习惯先想到最坏的可能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心里就已经开始预测。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如果事情不如预期怎么办？如果努力最后没有结果怎么办？这样的思考看起来很理性，好像只要先做好心理准备，就不会被失望击倒。但慢慢的我发现，这样的习惯其实会让生活变得沉重。因为当一个人总是预期坏事，整个世界就会显得充满不安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预期效应。当一个人对未来抱持某种期待，他的行动与情绪会不自觉地朝那个方向靠近。如果你相信事情可能变糟，你的注意力就会停留在问题上。每一个小小的不顺利都会被放大。但如果你开始相信好事也可能正在发生，你的视线就会改变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的大脑会过滤大量资讯，只有那些与你信念相符的讯号才容易被注意到。所以当你期待困难，困难就会变得明显。但当你开始期待好事，那些美好的片段也会浮现。吸引力法则常说，你的情绪是一种讯号。当你相信生活正在朝好的方向前进，内心就会变得轻盈。你会更愿意行动，更愿意尝试，也更愿意抓住那些微小的机会。于是很多事情开始连接，一个新的想法出现，一个新的机会靠近，一个新的相遇发生。这些事情看起来像是巧合，但其实那是信念与行动交织的结果。我后来慢慢练习一件事情，当生活出现未知时，不再急着预测最坏的结局，只是轻轻地告诉自己，也许好事正在发生，也许某个转机正在靠近。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天真，它只是一种选择，选择把注意力放在可能的光。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情生活，很多事情会慢慢变得不同。你会更容易看见机会，更容易感受到支持，也更容易遇见让人惊喜的瞬间。然后在某一天，你回头看这段时间时，会突然明白，那些看起来像幸运的事情，其实早就开始发生，只是当时的你还没有注意到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走在一段不确定的路上，试着给未来一点信任，相信好事正在靠近，相信生活正在为你铺路。当这份相信慢慢稳定，很多事情就会悄悄改变。因为有时候好事之所以发生，只是因为你先选择相信它正在发生。我其实不太相信好运这件事，总觉得幸运像是一种偶然。有些人刚好遇见机会，有些人刚好站在对的地方，有些人似乎总是被世界眷顾，而自己只是努力生活的人之一。于是心里慢慢形成一种想法，好运也许存在，但大概不属于我。这个念头很轻，却会在很多时候悄悄影响选择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可能会先退一步；当新的可能靠近时，你可能会觉得那不是为你准备的。于是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离开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信念偏差。当一个人相信某件事情不属于自己，大脑就会自动忽略与它相关的可能。你不会注意到那些机会，也不会主动靠近那些方向。久而久之，
生活看起来就真的缺少幸运。但后来我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所谓的好运，有时候其实是一种允许。当你允许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整个人就会变得不同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的大脑会根据信念过滤世界。当你相信某种可能，注意力系统就会开始搜寻相关讯号。那些原本不起眼的机会，会突然变得明显。吸引力法则也常提到一个很温柔的原则：世界会回应你对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错过，生活就会显得处处不顺。但当你开始相信，好运也可能属于你，能量就会慢慢改变。你会更愿意尝试，更愿意行动，更愿意走向那些新的方向。于是事情开始连接，一个想法遇见一个机会，一段努力遇见一个转机，一次尝试带来一个新的可能。很多人会说那是幸运，但如果回头看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个起点，那就是你开始相信。我后来慢慢练习一件事情，每天提醒自己一句话：好运也会来找我。不是因为我特别幸运，而是因为我愿意看见机会。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情生活，很多事情会变得不同。你会更勇敢地接住机会，更容易发现生活里的好事，也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旅程。然后在某一天，当你回头看过去的路时，会突然发现，那些曾经看起来像巧合的好运，其实一次又一次出现。原来它们并不是突然降临，它们只是一直在等待，等待你相信自己也值得被眷顾。而当那份相信出现在心里，好运就会像老朋友一样，慢慢的找到你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